今天我一早就出发了，虽然在导航上显示从贝舒特到瓜拉登加楼只有3个半小时的路程，但是我知道今天将会是收获满满的一天，所以呢，我也做好了准备，今天将在路上花费整整1天的时间。今天呢是开斋节长假结束后的第2天，但路上回程的交通呢依然繁忙，直到我到达靠近海边、远离大陆的Pantai Penaric，这时候路上呢才慢慢的空旷起来，同时呢风景也渐渐渐入佳境。沿着Pantai Penaric海滩前行的这条海边公路呢，可以说是整个东海岸公路最精华、最美的一段。更难能可贵的是，当你沿着海边行驶，会发现路上的没有什么游客，更没有像大路上的那样拥堵的车流。不一会儿呢，我到了一幢看上去非常精致、非常有历史感的建筑门口。在地图上呢，我得知这个地方叫做泰拉普里遗产村落。在它的大门口呢，有一片带有树荫的沙滩，于是我就坐下来小歇一下。从北苏到瓜拉登加楼的沿海公路，就是随便哪个地方停下来都是很美的，就搞得人不想拼命往前赶路了，就想坐下来看着海发呆。这个叫泰莱普利遗产村落的地方呢，并不是一个景点，它是一个酒店度假村，但它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非常有历史感的酒店。酒店的经营方呢，花了好几年时间，从马来西亚各地收集了10几幢原生态的、原版的传统老建筑，连根迁移到了登嘉楼的这片沙滩上，从此形成了这个度假村。这里入住1晚上的费用大概在600到1000人民币的样子，但是如果说你仅仅只想入内参观的话呢，在支付了25马币的费用后呢，你就可以进去参观，但前提是呢，你必须提前预约。由于我没有预约呢，今天呢我就不进去参观了。在这个地方休息完之后呢，我就驾上摩托前往我的下一个目的地。这个地方呢叫做玻璃樽博物馆，是由一位当地老人一手创建的。这个是登嘉楼 Penaric 海边的一个叫做玻璃瓶博物馆。其实它的博物馆呢更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就是这个博物馆的主人呢是一个当地的一位老人，他将从沙滩边捡来的各种或许是被人随意丢弃的，或许是被人作为漂流瓶扔到海里的这些玻璃呢收集起来，然后呢用这些玻璃瓶呢做了很多工艺品，最后呢还做了一个小屋，然后就形成了这个所谓的玻璃瓶博物馆，也可以叫做玻璃瓶纪念馆。一个非常有环保主题、非常有爱心的一个，也可以说是景点吧。今天好像这个玻璃瓶纪念馆的主人好像不在这边，因为他自己也是当地的渔民，他可能也需要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意要做。那我们就外围参观一下咯。里边它也是已经锁上了，不过里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只有一些他从世界各地收藏来的玻璃瓶而已。只是如果说这位老人在的话呢，可以听他讲述一下他收集这些玻璃瓶的这些初衷和一些故事，比较有趣而已啊。既然他老人家不在，那今天就算了我们就外面打个卡就可以了。只是向这位有心做环保事业的老人家表示一下敬意而已哦。他这里有一个营业时间呢，写的是从上午8点半到12点，下午要2点钟开始。OK， 那现在是12点半，那一会儿我们2点的时候再过来看看他有没有开业哦。玻璃樽博物馆所在的村庄就紧靠海边，刚才我路过时就发现这里有一条小道可以通往一个类似像足球场或者说是游乐场的地方，风景呢远远看过去就感觉非常美，于是呢我就特地过来看一下。这里就是 Pantai Penaric 贝纳利克海滩。
哇，这个地方太仙气飘飘了。就这个沙滩，它感觉很仙，就是那种有点不食人间烟火的。好像这里也没有什么游客，都是本地人。附近就是一些附近的渔村了。然后这里我看了一下地图上呢，的确是有民宿有旅馆，但也不多。其实在这里过个夜，每天晚上在沙滩边上数星星，其实也挺浪漫的。这个沙滩不比兰卡威的漂亮吗？哦，关键是它也不用去离岛，它就在马来西亚登嘉楼的大陆上，好美啊！天空的碧蓝，海水是碧绿，然后下面是金黄色的沙滩，哇，这3种颜色搭配在一起，简直就绝了。虽然这个地方的风景和视野都非常好，但由于现在是正午啊，这太阳直晒起来呢，可真让人受不了。于是呢，我就再往前走一段，因为那儿的海边呢有许多的凉亭，我们可以进去休息一下，顺便看看海景哦。这完全没有游客的当地渔民独享的沙滩 Pantai Penaric。 其实有时候也蛮矛盾的自己明明是游客，却希望这些地方不要有游客。所以说人都是很自私的啦，看到美景也好，美食也好，还是美人也好，都想独占。人的本性。我看过好多海，有香港繁华的海，巴厘岛热情的海，圣彼得堡冷峻的海，还有里斯本欢快的海。但是要我描述登嘉楼 Pantai Penaric 的海呢，我只能说4个字，如梦似幻。我也是直到今天才知道，马来西亚还有这么一片纯净绝美，同时原生态且未被过度开发的大陆海景。同时呢，它又非常容易到达，你不需要经历前往离岛的那种舟船劳顿，架上你的摩托和汽车，好好感受一下这条东海岸的景观大道吧。这可能是你在西马大陆上能看到的最顶级的海景。A few moments later. 2点多回到玻璃樽这个博物馆，好像主人还是没有回来。这也不能苛求人家啊，这个地方本来就是免费参观的，人家也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工作要做，他也不可能每天都在这里守候。没关系啦，下次有缘再进来参观了。离开了玻璃樽博物馆和Pantai Penaric之后嘞，我骑上我的小摩托，继续向登嘉楼市区的方向一路前进。在行驶了一段时间后，我发现呢，我现在行驶这条公路还并不是最靠近海边的。当你穿过公路左手边的沙滩，你会发现，在沙滩的内侧，更靠近海的地方，还有一条小小的公路。这条公路呢，才是真正的海边公路。行驶在这条公路上，你离那碧蓝的大海就真的只有一步之遥了。更让你爽到不能自已的是呢，这条路上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行人和车辆，你真的就是想怎么开就怎么开，只要你能控制好速度。当然了，在你观赏左手边的海景的同时呢，你也要注意看前方的路况，时不时呢，路上就会出现一些浮沙和一些坑洞，在行驶到这些路段的时候呢，要注意安全哦。
当时呢，我在想，哇，如果说我就这样沿着这条公路可以一直到瓜拉登嘉楼市区的话，那这场摩旅简直就可以像是一场奢侈的享受了。这条如同世外桃源一般的海边小路呢，一切都非常完美，除了一个问题，就是这条路上基本没有什么商店。当我行驶了一段时间呢，我感觉口干舌燥，而随身携带的饮用水呢也喝完了。正当我犯愁的时候呢，突然前方出现了一位贩卖冰淇淋的马来小贩，这在炎热的中午呢，可谓是我的救星啊！爽哦！路上吃一个冰淇淋，快走。我天真的以为沿着这个海边沙滩边的这条路可以一直骑到登嘉楼，但是到这里呢就没路了，看是最后还是得返回到里边的大公路上去走啊。这里就已经没有路了，这里就被人家的家里了。这对面的海上有一个很奇怪的桥啊，感觉像是某种码头啊，和运输东西用的，并不是给人走的那种。哪个朋友知道这是干嘛的？当我依依不舍地离开那条绝美的海边小道，辗转来到公路主路时呢，我发现熟悉的一幕又出现了啊！看来开斋节造成的交通拥堵情况呢，并没有消失。好在呢，不一会儿呢，我就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登嘉楼机场，这说明呢，我们离市区也不远了。让我感到意外的有2点，一是越靠近登嘉楼市区呢，这路况呢就越来越好，而且路上的拥堵状况呢也不复存在。其次呢，是进入登嘉楼市区的这条海边大道的风景呢，也是美得让人流连忘返啊。前方就是瓜拉登嘉楼的市区了，我可以看到那个著名的可以开河的进城的大桥，就是这个。然后我们要过这个桥以后呢，就是登嘉楼的市区。登嘉楼的市区旁边的海岸线也非常漂亮。每一位从东海岸公路进入登嘉楼市区的旅客呢，都会经过这一座雄伟的、气势不凡的登嘉楼升降大桥，这也是登嘉楼的一个著名地标。我现在就站在瓜拉登嘉楼进城的这座开河大桥，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啊？现在暂时就叫它开河大桥，因为中间它这个地方是可以打开的。这种桥的结构呢，一般在欧洲，尤其是英国会比较常见的。在亚洲啊，好像其他地方都没有看到过。那么如果说当有这种万吨巨轮要通过这座桥的时候呢，它桥面就会打开，让那些高度非常高的船呢可以安全的通过。在大桥顶端的观景平台观赏了一会儿呢，我就跨上摩托驶下大桥，正式进入了瓜拉登嘉楼的市区。进入这座城市的一瞬间呢，我感觉就和吉兰丹一样，登嘉楼呢并不像人们传说中的这么保守、这么落后。相反的呢，它给人一种类似于槟城和吉隆坡一样的先进，甚至感觉很洋气的感觉。当然了，这种感觉呢，也只是在刚下大桥的一瞬间的在新城的区域。
当我们进入老城的那种古朴的、精致的、干净的那种氛围呢，给我的印象呢也非常好。今天晚上呢，我将入住在登嘉楼唐人街的一家民宿里。那么从明天开始呢，我将和大家一起来探索瓜拉登嘉楼这座神奇的城市。下期更精彩，请大家继续关注我的频道，谢谢。